大家好，我是 Roland。根据瑞士洛桑管理学院世界竞争力中心 （IMD） 公布的最新排行，在全球人才竞争力排名中，香港登上亚洲第一，新加坡排在第二。但是问题来了，新加坡真的输给香港了吗？答案可能出乎你的意料。对此，我将从4个方面进行详细解读，看完你就会明白，为什么新加坡其实一点也不输香港。第4点尤其重要。首先，我们从教育与人才准备度来看，人才的基础是教育质量与技能准备，这一点新加坡并非弱项。在 IMD 的人才准备度这一项，新加坡仍位列全球第2。这说明新加坡在把学生培养成符合经济需要的人才上，依然非常有竞争力。支撑这个结论的一个硬指标就是 PISA， 新加坡学生在数学、科学与阅读的平均分都远高于 OECD 平均。比如在数学方面，大约 41% 的学生达到最高级别，而 OECD 平均只有 9%。换句话说，新加坡不仅把学生教会读书，还把他们的高阶解题能力训练得非常好，这正是企业最看重的。另外，新加坡的学生国际流动性也很强，外来学生比例不断上升，这为新加坡提供了更多国际化人才来源。所以在人才的底子这一项，新加坡仍然非常有优势。第二，从跨国公司与岗位机会来看，谁才是区域总部的首选？到2023年，大约有4200家跨国公司在新加坡设立区域总部，而香港只有1336家。这不是小数字的差距，而是量级上的领先。这一点为什么很重要？我们都知道，机会在哪里，人才就往哪里走。因为区域总部带来大量高层管理、金融与科技岗位，直接拉动高端人才的需求与吸引。举个例子，像微软、谷歌、联邦快递、劳斯莱斯等全球巨头，他们在亚洲的枢纽办事处都选择落在新加坡。这会带来骨干岗位、管理培训计划和跨国流动机会。换句话说，如果你关心的是高薪岗位与国际职业发展路径，新加坡的机会并不比香港少，甚至在某些领域更丰富。总部在哪儿，很多人就跟着搬家到哪儿。接下来我讲第3点，这是更隐形但更持久的优势：制度稳定、薪酬吸引力与法治，这是新加坡长期竞争力的基础。意味着制度与薪酬的可预见性。IMD 给新加坡几个非常关键的高分，比如司法和制度的公平性。对于国际公司和外派员工来说，可预见的规则比一时的数字更重要。此外，新加坡在管理层薪酬吸引力上得分很高。报告中显示，高管的年薪水平接近30万美元，这对吸引区域高管尤其关键。再加上税务激励、公司注册的便利性以及对高端人才的签证安排，这些软条件累积起来，让企业更愿意在新加坡长期部署，而这种长期部署又稳定并扩大了高端岗位与人才培养的闭环。制度上的可预期性会让公司和人才愿意把未来压在一个地方，这就是新加坡的长期底气。说到这里，可能有人会想，但是生活成本那么高，人才会不会走？别急，第4点正好回应这个疑问。我们接着往下看，能不能留住人，比能不能吸引人更重要。新加坡靠什么留住人才？诚然，新加坡在生活成本这一项得分偏低，这确实是短板。而且，新加坡的公共教育支出占 GDP 的比例大约 2.1%， 而香港接近 4%。这也是 IMD 指出新加坡在投资与发展方面落后的原因之一。但另一方面，新加坡在公共医疗、治安、交通和城市管理上的表现却非常稳定，这让外籍家庭、长期外派人员更容易安顿下来。而且，新加坡在学生与人才国际流动性以及企业对基础技能满意度上得分也很高。换句话说，来了之后更容易转化为可用人才，并在这里形成长期家庭与职业生活的承接点。综合来看，进来容易，留下也容易。长期看对人才竞争力，比短期排名更决定成败。当然，香港也有它的强项。IMD 的数据里，
香港在理工科毕业生比例非常高，达到42%左右。在 PISA 某些项目上，香港也名列前茅，这让香港在金融和专业人才密集领域非常有竞争力。如果你要的是科研或某些金融岗位，香港有亮点；但如果你要的是跨国总部、国际职业路径，或者是培养出来就能用的技能型人才，新加坡同样不逊色，甚至在某些维度更有优势。所以回到开头的问题 ，IMD 榜单上，香港确实拿到了亚洲第一，但排名高并不意味着全面领先。从我刚才给大家分享的 PISA 教育数据、跨国总部数量、制度与薪酬吸引力，以及留才的长期条件来看，新加坡在人才竞争力上完全不比香港差，甚至在很多硬经济机会和长期制度稳定性方面更有优势。这也说明，看一个城市或经济体，不能只看一张榜单，要拆开看各项支柱，以及你自己最关心的指标。好了，现在轮到你了。如果你是学生、外派经理或者创业者，你更看好新加坡，还是更看好香港？可以在评论区写下你的答案，并告诉我你最在意的2个指标。别忘了点赞、分享这支视频，订阅频道并打开小铃铛。